大家新年好！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2月1号星期六，大年初4了，明天中午就回去了。看我在哪儿，在蓝色港湾，北京的蓝色港湾。今年回来没来这儿，而清晨跟晚上完全不一样。换个视角给大家看看，这几家店还是没变，还是这些。一会儿去朝阳公园。原来蓝色港湾离我家那么近，我其实也不总来。我跟家属都不太爱逛街。哇，这个咖啡厅这时候就营业，这 M Stand 看。优衣库，哦，这个灯挺漂亮哎。这灯还行，我也没在这电影院看过电影，一次都没有过。今天左脚巨疼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没事儿，穿新鞋的时候要小心谨慎，好不好？我准备去朝阳公园。上个月还是凑足500，虽然对我来说不多，但是如果比赛前1个月凑不足500，心里觉得怪怪的。左边就是朝阳公园的湖了，看。他应该还是通不进公园去，可能从那边那个停车场那口出去了。哦，这个以前这是鹅岛吗？鹅岛开的餐厅。我第一次喝鹅岛是2017年的芝加哥马拉松结束，在终点有那个鹅岛的打酒的车可以买。第一次喝鹅岛觉得特苦，因为那时候其实还没有怎么喝过精酿的。小伙伴们看，我们在朝阳公园也有这么多小伙伴，今天我都没有约时间，脚特别疼，一会儿再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脚疼。你这相机怎么是白的呀？啊，这是上一代，对，上一代。明白了。他这2位女士和这位先生说，每周6在朝阳公园跑长距离，30到35。那是30的时候多，还是35的时候多？30吧。30的时候多。就今年冬天想多拉点长距离，以前35跑的很少，今年反正跑了可能4个左右35吧。这下一场比赛跑哪？还没中签呢。OK， 准备报石家庄。石家庄不是已经报名了吗？对，就是还没出签，之前报了无锡，报了扬州，都没中吗？啊，对。石家庄是月初出结果，十几号吧？对，10几号。我这一天碰见的所有人都说报石家庄了。那完了，这个又拉新低了，我估计也就剩下石家庄了。是吗？因为3月份其他的大型比赛都报完了，都停。对。无锡的慈善比上海卖的还快。是吗？对。但是无锡那比上海便宜。便宜1600。对。然后这个慈善发票还可以退税。是吗？要把这个钱算上的话，其实对很多，我估计像图哥这样的，退40%左右的税，还可以。不是，主要1600确实是太便宜了，1600还没有东京的报名费贵呢，差不多。你要是报京都那种马拉松，3万多日元的报名费，你都16000以上了。
不是一会儿要跑大阪吗？阪马啊，对，月底啊，还有20天左右了。24天，不知道能跑什么成绩。你在讲什么了？我昨天那个鞋，昨天那鞋面特硬，然后跑10几公里的时候，其实就开始疼了，然后回去一看，脚背那儿各淤血了都。北京今年太冷了，那还跑步爱好者还是怀念这种天气，对就也不用带水，什么都不用带，出门就干。对北京也就是今年过年前1、2年开始，前一段时间还挺暖。对，我记得去年回来的时候挺暖和的。所以我后来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，想起博哥说就在新加坡训练，我说你怎么能在新加坡跑长距离的？最长一次跑18，最长一次跑18，真没法跑那个。我后来在那个新加坡那个加冷河跑了一次7公里，想跑一个15，水壶，最后都喝干了，没我们的有氧就是一边很冰凉，然后一边笑。那个新加坡那次跟他们跑那个18公里，跑完都要死了。又蒸又热，而且它的公园好像没有直饮水，不像日本。对，没有直饮水，他那是少见的水不能直接喝的发达国家。对。然后卖水的贩卖机也很少，跟日本也不一样。很少，我就感觉是运动饮料刺激你保持。对，但是那儿有好处，那儿有好多那个社区的田径场都是对随便开放的。又下雪了啊！没有下雪了吗？下雪了。我昨天听这位先生说袁大都现在都开始跑40公里的课了，回头我也得跑40公里的课。刚刚从长公园和小伙伴们分开，今天幸亏遇到了这么多朋友，我还能多跑一圈，完成今天的量。其实今天早上出来之前有点懈怠，特别开心能在北京遇到这么多朋友们，这么冷的天，都特别感谢大家，特别感谢大家。就我现在右手这儿，2015年我第一次跑北马之前，8月份夏天，心里特别没底，怕30公里被关门，因为30公里那关门的时间特别紧张。我去长安公园跑了30公里，第一次，人生的第一次，中间还歇了一段时间，就在路边坐着，但是实在跑不动了。后来跑回来，我记得是大概到这儿，到这儿手表一30公里，马上停表，然后我就坐在路边这马路牙子上了。坐这儿拿出手机，赶紧跟家里人说，我说不行，哎，又见面了，加油加油！看来这位先生在长安公园一起跑步来着。我说我回不去了，当时特绝望，就当时真的一点儿都动不了了。现在你再让我分析，就是力竭了，那种感觉特别可怕。然后坐了大概有1刻钟，关键那是也没地儿买水，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外卖这么方便。哎，北京是冷啊，你们听我说，外卖都闭不上嘴，嘴唇都冻住了。再冷点，回头眼珠子在眼睛里不停地转，要不然眼珠子都冻住了。其实这儿离我们家就不到1公里，几百米，怎么都回不去了。我记得大概做了有，反正朋友圈啊、微博呀，所有该显摆的地方都已经显摆完了，我才慢慢起身往家溜达。2015年呀，现在是2025年，10年说过就过去了。刚才有一位朋友问说：“那你每年参赛挺多的吧？”我说：“其实没有。”就像那天在上周的会员节目我说马拉松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
2014年年底开始跑步，然后2015年跑了一个北京国际长跑节。我看一眼镜头啊，好像有点脏的样子，没有，擦一下。2015年初跑了一个长跑节，然后2015年就准备北马，跑了北马，北马之后又跑了上马，然后2016年呢跑了厦门马拉松，之后就糊里糊涂的跑了东京，跑完东京就开始6大满贯。2016年在北京跑了第2次北马，跑进了4个小时。2017年上半年跑了北京半马，下半年去了芝加哥，跑了3小时54，还参加了一次北京铁人3项的奥运半程，而且还跑了北马。2017年，2018年呢，什么比赛都没跑，年初，因为呢去了伦敦和柏林。2019年去了新加坡，待了一段时间，之后是纽约。跑完纽约呢，就2020年了。2020年年底，还是挺幸运的，成功的跑了无锡，人生第一次在正式比赛里跑进了3个小时。这已经是我跑步的第5年了，第4年多。不对，第5年了，2020年，对，那年的无锡是11月份。然后紧接着这2年过去，2022年底北京马拉松，第一次在4号边上那么多小伙伴给我加油，特别感动。2023年东京马拉松波士顿完成了我的6颗星。2024年就是去年了，大阪的半马、全马都 PB， 之后的100公里和难忘的神户，有意思的奈良和开心的台北，然后就是2025年刚刚大阪半马取得了一个不敢想的成绩。所以数着比赛过年，10年弹指一挥间呀！原来我们家就住这儿，你想跟刚才那儿多近呢，就是回不来了。本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鞋的，总结一下，不多说了。那鞋就是鞋面太硬了，新鞋第一次上脚跑了32公里，然后鞋面硬，再加上呢，那不是一双竞速鞋，但是我跑步呢已经是竞速跑者的就是跑步的动态感觉了，就导致呢脚会往前顶，然后就把脚背最凸出来那一块，就足弓上边偏向大脚趾的那儿，顶啊顶淤青了。今天刚出来的时候觉得特疼，昨天穿鞋都不行了，穿拖鞋都不行了，都觉得特疼。今天出来都不想跑了。你们看我Strava有一个100多米的记录，就跑了100多米觉得巨疼，我停下来松鞋带，结果天太冷了，把手表摁错了，我说那就重新开表吧。我现在左脚的鞋带是完全松着的，得养2天，然后明天应该会要么不更新，要不然会很晚了，因为明天一起来就要去机场，还是会晨跑，但是也跑的应该也会短，直接去和家属会合吃早饭，一会儿再聊。2月1号星期六，2月的第一天训练结束。本来今天没有想跑这么多，又是一个半程马拉松。昨天一个32公里，今天一个半马，平均配速5分17。朝阳公园绕了2圈。感谢这么多小伙伴，再次感谢这么多小伙伴们，让我能今天跑这么多。北京今天的雪比昨天大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看到，可能是看不到。家属好像还没到。哦，到了。就这家店。行吧，那这么着不跟大家多说了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争取明天再见。